Hello， 欢迎回到毕总的频道。那么今天这一期呢，带大家来看一款最近的一个重涂的产品啊。那它呢就是眼前的这个变形金刚天元世代系列 D 级别的小黄蜂 Wasp。那么08动画小黄蜂的这样一个玩具呢，它是以这个传世系列的08动画大黄蜂的模具为基础进行重涂换色得来的。那么对于孩之宝这一次的这个铜模换色的处理，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合理的。毕竟呢，大黄蜂在动画里头也曾经说过，这个小黄蜂呢跟它似乎就是从同一个原生体里头被制造出来的。所以说，对于这一次的这个铜模的处理啊，我个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么相比较原模具的一个配色，我其实个人会更喜欢小黄蜂的这一整个配色，看起来整体的质感会提升很多啊。那大黄蜂呢，因为它有这个无色的一个透明件来作为车窗，所以说整个驾驶舱内部看起来还是很杂乱的。那这一次的这一款小黄蜂呢，我们能看到它是使用了这个紫色的一个透明件来进行车窗的一个刻画，这么看起来呢，它的这个驾驶室内部因为看不到多少东西啊，所以说显得就会更干净一点点了。然后整个载具形态的表现，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的不错的。那首先它的这个还原度呢是很高的，整个小车跟动画中的形象可以说是很接近啊。然后一些该有的涂装也都是有做出来，比如说车顶的红色颈灯的一个刻画，还有黑色的这个很经典、很标志性的一个装饰条。然后再说它的这个车灯呢，也是用这个金色的一个涂装来进行的一个刻画。它的车轮子部分，车轮毂是用的银漆来进行刻画，4个车轮全都是铆钉轮啊，在桌面上的滚动性可以说是比较的顺滑的。然后翻到车尾呢，我们能看到跟大黄蜂一样，它的车尾依然是没有任何涂装的刻画，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素啊。那么有一处我感觉是刻画的不太正确的地方呢，就是在它的车顶部分，我们能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霸天虎的标志在这边。那我没记错的话，在动画中小黄蜂被黑寡妇变成黄蜂勇士之前呢，身上是并没有出现过霸天虎的标志的，它只有在变成了黄蜂勇士之后，它的胸口才会出现这个霸天虎的标志。所以说这边依然是小黄蜂形态的这个玩具呢，在车顶上出现了没有过的这个霸天虎的标志啊，我感觉应该是官方的一点点小错误了。那它这一次的这个武器的收纳有2种收纳方式啊。那第一种呢，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种，就是把它利用这边的一个凸跟凹的结合，给它插在整个小车的一个车尾部分，来实现一种类似于火箭推进器的这个形象。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感觉的，会让整辆小车的一个速度感呢提升不少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把它拔下来，把这个尖尖的部分朝前，给它搭载在整辆车前面的这个插口上，这边也是同样的，给它搭载在这个载具朝前的一个部分。这个呢，感觉就是2个往前发射的一个武器了。那其实相比较于这个收纳方式，我个人会更喜欢火箭推进器的这个形象。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一款小黄蜂，我觉得算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第一步呢，我们翻到车尾部分，把这一整块盖板两边的这个卡扣给它松开，松开之后把盖板往上提起来，利用这边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呢，把它往上扣过来，然后尾端的这一块零件往后进行一个翻折，把这边扣好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就是把它门板这个地方的一个卡扣给它解锁，然后朝下进行旋转，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门板的卡扣解锁之后朝下进行旋转，旋转之后我们利用里面绿色的一个双动的关节，把它的这个手臂部分往前进行一个折叠，另外一边是同样的，利用绿色的一个关节呢往前把它的这个手臂部分给它拔出来。接下来呢，就是把它车窗跟车头部分的一个连接的卡扣给它松开，松开之后把它的一个腰身这边绿色的一个零件往下给它旋转过来，这边有个卡扣，相应的给它扣好。扣好之后呢，我们来变形它的一个下半身先。首先把它的这个车头部分这边的卡扣稍微用点力给它分开，分开之后呢，我们把它这边车头的一个盖板往侧边进行一个旋转，打开之后呢，把里面这个黑色的，我感觉是类似于膝盖部分的一个零件给它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呢，把整个这个盖板利用这边的一个关节旋转180度。接下来呢，我们翻转到正面啊，把它的这个脚踝给它打平，然后里面的这个脚跟的部分呢，稍微利用一点点这个指甲给它从里面给它抠出来打到外面，然后到这里呢，再把它的这个盖板给它扣回去，那它的一条腿就非常简单的变形完成了。另外一边是同样的，首先把这个盖板呢给它从里面打开，打开之后呢旋转180度，然后过来之后把里面的这个黑色的一个膝盖的零件翻出来，把它的脚部从里面翻出来，然后它的这个脚后跟的一个部分呢稍微找到一点点的角度去把它从里面给它抠出来打平，然后最后再把它这个盖板呢给它扣好，它的这个下半身就很简单的变形完成了。然后把它的这个腰身部分旋转180度朝前旋转好之后呢，我们把它的这一块
车玻璃的部分往下进行旋转到这里呢，小黄蜂非常可爱的这个头雕呢也就露出来了。然后对应绿色的一个凸，对应它这边紫色的这个洞啊，我们把它给它在这里面给它扣好。扣好之后固定好它的一个躯干部分也就变形完成了。最后就是它的这个手臂旋转一下，把它的手从里面旋转出来，然后把这个门板的部分给它扣好，然后再旋转它的外摆内收到正确的一个角度。另外一边呢也是同样的，把它的这个手部从里面旋转出来，然后把门板扣好，然后再把它的这个外摆内收旋转到正确的角度。到这里呢，这一款小黄蜂也就变形完成了。那么小黄蜂的这个人形态呢，其实就美型度上来说，我个人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非常的好看。那我们同时呢，拿这个原模具的大黄蜂来进行一个对比，其实我们能发现啊，它不管是人形态还是载具形态，整个玩具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精致的感觉，我感觉是比大黄蜂要强烈一点点的。大黄蜂相比较之下呢，整体的质感就没有那么的好看了。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呢，小黄蜂它身上的这些绿色的塑料，相比较于大黄蜂的这个黑色的塑料呢，看起来的质感会更好一点点了。那大黄蜂放到一边去。那整个小黄蜂的人形态表现外形，我是觉得没什么问题的。那要说还原度的话呢，毕竟呢它是在传世系列的一个模具的基础上进行重涂，所以说按传世系列的这个设计语言呢，它的一些四肢包括说整个身体线条的勾勒，都会有点过于方正了。那相比较于08动画的这种美漫风格的一个线条，它的这个区别就会有点大了。所以说呢，这一款小黄蜂它的这个人形态的还原度，我觉得是没有载具形态下的还原度来的那么高的。然后呢，我们来看这款小黄蜂，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头雕的一个刻画。那这款头雕呢，首先它的还原度我觉得是非常的高的，基本上接近于100%的还原。然后两个紫色的大眼睛呢是用的一个涂装来进行的展现。那整个头雕的一个神韵，我觉得这次官方是有把握到的。所以说，一整个很可爱的这个小黄蜂的一个脸部呢，刻画的是非常的优秀啊。然后我们来看这款玩具可动方面的一个表现啊，首先是它的头部，那脖子的部分呢是使用的一个球形关节，往上抬能抬到非常大的一个角度，然后左右的旋转也是没有问题的，甚至还有一点点的这种歪头的一个可动的范围了。然后它的肩膀部分呢，侧抬是到90度不到一点点的范围，然后它的这个旋转是没有办法达到360度的一个范围，只能最大呢是往天举到差不多180度的一个可动。外摆内收是有做出来的，一个手肘部分的弯折呢也是到90度差不多的可动幅度了。然后它的这个手腕部分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旋转的可动范围的。腰身呢，因为变形的需要，所以360度的旋转是没有问题。大腿根部是打轴的关节，往前呢到90度，往后也差不多。侧抬也是到90度的一个幅度，外摆内收呢也是有做出来的。它的这个膝盖部分呢，能折到很大的一个范围，基本上是超过90度很多了。然后脚踝部分没有左右的接地，但是它有往前和往后一点点的这种可动的一个调整的范围，再加上两个脚板也比较的大，所以说这一款小黄蜂呢，它的这个站立表现也是很稳定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款小黄蜂，它这个武器在人形态下的一些玩法。首先第一种搭载方式呢，是利用这边动手进行一个结合，然后把它的这个武器呢给它握持在它的手上，来实现一种类似于是持枪的一个人形态的握持。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握持方式的。那还有一种呢，是把它的这个武器，首先我们给它拿下来，然后把它的这个尖头的部分拔下来，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把尖头的这个部分给它拔下来，然后呢把它的两个尖头给它合并到一起去。然后呢，我们把它的这个手的部分给它，首先把盖板打开，然后把它的手呢往里头折进去，翻出来它的这个连接用的一个接口，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把这个盖板呢给它从里面抠出来，把这个手翻进去，然后翻出它的这个结合用的一个接口。接下来呢，我们只需要把它的这个两个手臂往前摆成这样子的一个形式，让它的两个接口尽可能的靠近，然后让它的两个平面呢尽可能的平行啊。接下来只要把这个紫色的这个尖呢跟它的这个接口进行一个搭载，就能实现在人形态下的另外一种的一个握持的方式啊。我们需要稍微的调整一下，让它呢实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握持了。那这一种握持方式呢，我在动画中我不记得小黄蜂有做出来过，我只记得大黄蜂有使用过这样的一个武器啊。然后呢，它的两个武器平时我们在不使用的时候也是可以搭载在它的一个背部来进行一个人形态下的收纳的。那这样的一个收纳设计，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们收纳完成之后呢，这两个武器可以充当我们喷气背包的一个形象，所以说我觉得是非常巧妙的一个武器的收纳设计啊。
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一款天元世代系列 D 级别的小黄蜂，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那本来的这个传世系列大黄蜂的模具呢，我就比较的满意啊。那这一次它的一个成功的重涂，让这个模具的一整个表现又提高了一截。那这一次重涂呢，会让它的一整个质感相比较于老模具，我觉得是有所提升的。然后呢，原模具的一些比较优秀的点呢，也是依然保留了下来。那就人形态来说，虽然它的这个还原度并不是很高，但至少整个人形的美型程度，我觉得是在线的。然后可动表现呢，算是中等水平啊，一些日常的动作呢都是摆得出来的。然后它的变形过程是非常的简单，而且一些卡扣的处理也并不会有太多让人感到纠结或者绊手的地方。整体的一个变形流程，我觉得算是比较的顺利。然后载具形态下，它的这个还原度呢就是很高，然后一整个载具的这个偏深绿色的颜色，我觉得看起来也是会更好看一点点了。那这就是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的变形金刚天元世代系列 D 级别的小黄蜂 Wasp。